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新加坡时间2025年11月10日周一晚间的6点整。最近币价跌到大家都很害怕了，散户的情绪呢也是一边倒的看空，大家都觉得牛市结束了。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清楚，这波下跌到底是牛市中张还是中场休息。其实真正决定牛市能不能走下去的，从来不是价格，而是资金的方向。价格是结果，资金才是原因。只要钱没有退场，行情就不会死。今天比特币一路冲高至106666，现在我们能不能说山寨币的牛市已经回归比特币了？所有的风暴已经过去，市场多头已经来到了重演的时刻。那我们从技术面结合技术面来进行分析，当下市场有哪些需要我们值得注意的交易机会，或者有哪一些风暴依然还是存在。上周五，比特币的价格跌破10万美金，最终收盘落在了104000美金左右。这样子一个多头的行情呢，并没有吸引到华尔街的资金。那一天，比特币创造出了5.58亿美金的资金流出。这就代表比特币价格回涨，但并没有让华尔街的资金呢重新注入到比特币身上，因为其实这一天很多美股的反弹的幅度都比比特币来得更为迅速。这就是这一段行情以来那我们都知道，比特币在创下历史高点之后呢，经历过10月11日的黑天鹅事件之后呢，整体的一个流入流出情况还是以流出为主大家可以看到红色的柱体的话是非常多那一旦出现流入的情况呢，大家就要注意不要在上边缘被套追多。那就是说，虽然资金的价格有上涨，但成交量并没有上涨，最终导致了10月7号比特币呢跌破了10万美金，来到比特币周线级别。这个周线级别的 K 线呢，在上周留下了一个蛮长的下影线，这个下影线代表的就是往下砸盘，下方有承接力。那我们在上周的那个视频当中有跟大家介绍过，就是说最终的一个支撑点位的话是在98000，我们认为98000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支撑点，那也确实是砸到了98000。那现在周线级别的话，我们只能认定是什么呢？它的结构上面的话，依然还是处在一个下跌，只不过呢，它出了这根 K 线，就代表市场上又要进入到一个盘整区了，是非常折腾的。盘整行情当中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你需要左侧去预判它到底会震到哪里，因为中间呢，它很难出现一个回撤。什么叫做中间很难出现回撤？我们将时间线拨回1小时级别，在这种盘整的行情当中呢，它要不就是跌到底，然后要不就是涨到顶，它就是一次性的砸到顶或者一次性的涨到顶，没有那种回撤看涨或者是回撤看跌的交易机会，中间的话是没有的，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当下日线级别的比特币来到了一个技术面上的阻力区，还记得当时有画过一个头肩顶的形态那现在的话是碰到这口价格，但是并没有办法完全突破这一口价格。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短线的曲线这根上面是有所突破的，那么中长线的射线就日线级别下面的下跌曲线来看的话，如果接近109000，那么也就是接近11万的价格，但如果价格到这边的话，它已经接近了头肩顶的一个颈线位置。那如果要从空头转为多头的话，需要等待日线级别站在106000以上。然后呢，去做一个短多去触碰趋势线，寻找下一次下跌的交易机会。所以短线呢，大家还是观望状态。如果明天早晨比特币能够站住0.618的这一口价格，也就是106600附近那么它会继续回测整一波大段的0.618。那我们给大家标示一下就清楚了，在这里大段的0.618，那么价格的话是最终落在了109801这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日线级别的11万阻力区间。你要留意的是，这是一根4小时级别的起步节点，这个点的话就是104242，那就代表着如果在未来的时间节点4小时直接跌破了这个点的话，就是一个强的空头信号。具体的话需要等到晚上华尔街开盘，看它整一个区间震荡之后的走势。我们其实不太希望它能够突破这个位置，因为一旦突破的话，大阴可以往下砸的起步节点，那么它会进一步改变整体的一个结构。那当这一个点突破的时候呢，比特币很大概率会测试正上方的边缘的下跌趋势线了，也就是我给大家画一下。整体来说，这个周末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动静。我们分析完了技术面，接下来来到基本面。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这一周会发生的是什么事情。首先是第一个，美国政府的 shutdown 停摆已经进入到40几天了，这也是历史上以来就停摆最长的时刻。我们在这个报道中也可以看出，美国参议院60票通过推动结束政府停摆的一个法案。那仅仅只是推动因为最终的部署的话需要总统特朗普签署，然后才能结束到政府的一个停摆。这个信息呢，对我们这个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美国 TGA 账户，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美国政府的支票账户。你可以看到这个账户里面的钱从7月开始一路狂升，现在里面放着超过9000亿的美金就没有动过。
那你再对照一下比特币整体的一个走势，那也就是刚好从7月份开始就是涨不太动，因为美国财政部这几个月的话都有在补库，也就是政府从市场里面抽钱回去，然后帮自己的账户加买油。结果补完库之后呢，照理说该花钱了，但是呢，美国政府的话直接选择到shut down停摆，就是所以呢，这笔钱全部在账上，没有办法花出去。那流动性的话就这样被关在国库里，市场短期的钱被吸走，风险资产自然就喘不过气。但重点是，这只是暂时的，美国政府不可能永远关门，等它一恢复运作，这些钱的话就会像洪水泄闸一样流出来，发薪水、盖桥、补助企业、支付合约，这些你们懂的。而这些支出最后都会一项流入到市场，然后通过企业、银行、基金再贯彻到金融资产，当然也会流进到币圈。所以现在的资金的话不是真的消失，只是暂时的卡住，等到美国政府重新开业，这9000亿的美金就会冲回市场。毕竟美国政府不是一向以节约为主啊，那到时候市场呢又会重现就是有钱挣好的模式，有钱了之后呢，风险资产也会跟着涨，那所以呢，我们的加密行业也会跟着有一波上涨的行情。下一个要注意的话就是通胀数据啊，那这个月的 CPI 报道会在本周三，也就是11月13日的时候呢进行公布。这次的通胀数据会直接显示出这个通胀的持续放缓，那可能会直接影响到12月的 FMC 会议，我们会降息多少个基点，或者是降息的这个整体概率高不高，或者是明年26年我们会不会持续降息，一个很好的观测指标。说完了宏观，我们再来看一下摩根大通。摩根大通 CEO 我们都比较熟悉啊，他是向来说比特币就是个诈骗，比特币是没有未来的，因此他不相信比特币。但是呢，这个人就是说，你不要听一个人去说什么，而是要看他做什么。在最新的财报当中啊，透露出他们大力增持了 IBIT 的股票。那这个很多观众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它是贝莱德比特币现货 ETF 的持仓。那目前呢，他已经持有了528万多股的 IBIT， 这个等值的话落在了 3.43 亿美元。那接下来也可以看到更多消息，在这个上个季度的财报当中啊，这个摩根大通他们持有的 IBM 的仓位是增加了 64% 的 percent， 相较于上一季度的321万股增持到了528万股，增持的百分比呢高达 60%。这个报道告诉我们的事情呢，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也在疯狂的做局比特币。当大家，也就是我们这些散户开始恐慌，开始抛售自己手上持有的比特币的时候呢，你要想想，接手你手上抛售的那些比特币的人是谁？可能是机构，也可能是更大的银行。因此有不少的交易员他会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的比特币走势会跟上一轮周期完全不一致，那我们就静待花开。影片的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拆解一下 Balance VR 漏洞事件的分析啊。很多观众也可能在推特当中刷到了这一个，但是他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它涉及的金额是 1.28 亿美元被盗的始末啊。那它是 DeFi 的，所以很多观众也能刷到过 DeFi 要出大事的这一篇文章。那导致现在大家 DeFi 的话就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相信吧，因为信心的话还是大打折扣的。那为什么会信心大打折扣呢？那为什么又要涉及到 DeFi 呢？首先，这一个 Balance 的话，它是 DeFi 的一个项目。我们都知道 DeFi 是一个黑暗森林啊，它有一个非常新的技术。那它也曾经有过很多骇客或者是项目跑路的事情。一般来说，在跟新手介绍 DeFi 的时候呢，会跟大家说你能够理解范围内跟听得懂内容。比如说你要去经常使用那些TVL 比较大的，它的运作最久的，它的第三方审计是最多的这样一个项目，恰恰我们今天讲的 Balance 所有的条件都符合，它又是一个存在时间久的，背后的审计公司非常多，有11间公司的独立审计。那 TVL 的话，即便现在已经排不进前3、前5，依然是相当有实力的 DeFi 项目，就这样一个符合众多但依旧被盗，所以 DeFi 的话，整一个信息的话是大打折扣的。那我们再结合这篇文章，很多观众也可能看文章看得不太懂，我们就用白话文的形式给大家解释一下，他这次利用了什么样的漏洞。其实我觉得更应该是钻了 bug， 倒不太像是被黑客攻击啊。这个 bug 的话，就是在区块链 ERC-20 的智能合约里面，也存在一个只读的小数方法。这个小数的话，一般是返回的小于18的整数。那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它设计的初衷是什么？主要是将我们持有的代币分成任意小份。假设有一个 token 的话叫做 PA 那小妹有3个，想转账 1.5 个给小红，那自己留 1.5 个，这样的话这样的操作在它的语言当中是不被支持的，所以呢你就只能转1个或者是2个，就只能转整数，不能转就是带有小数点的 token。
但是 ERC20 定义的小数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比如说上面的例子，想要转账小数点的后一位，它就会将这一个小数末位设置成为1。那这里的余额30就代表有3个 PAI。这样的情况下，小明可以转账15个给小红，也就实现了转账 1.5 个 PAI token。在 Ethereum 里面的话 ，USDT 的小数位数是6位啊，也就是说 USDT 最多支持小数点最后6位的转账。什么意思呢？你的账户可以持有 0.00001 颗 USDT， 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你的账户持有 0.0000000 多一个零的话，也就是说它并不支持7位啊。那么此次黑客的话利用到了 VR 智能合约当中的函数权限验证错误。那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吧。我们都知道2除以3的话是除不尽的。它是 0.6666 一直溜下去，但是呢，它没有办法支持这么多小位数，所以它会在最末尾那个数字四舍五入，那进一或者是退一，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然后呢，黑客就利用这个漏洞啊，因为原本 Balance 的智能合约的时候呢，它去计算 down sale 或者是 operation 的时候呢，它有2个小数点取整的方式，分别是进一位或者是退一位。但是在执行 upscaling 的时候呢，它只有一种方式，就是 down， 就是退一位。简单来说，今天任意一个用户使用到这个智能合约，比如说你去做交易，使用3颗以太币，打到这个智能合约当中呢，它首先会在数字3后面放18个零。那我们刚刚给大家解释过的啊，会放18个零。在你完成你想要的交易之后呢，它肯定不是整数了，它后面小数点肯定是有末位的。比如说你要去给别人做交易，然后去掉那个费用啊，你肯定不是整数了。然后呢，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它会把18个零先扣掉，但是呢，你扣掉那个18个零当中有数字体现，所以呢，它会重新计入，然后把这个数字也包含进去。那你原先打了3颗，回来的时候就可能有3.000000001颗。那黑客就是利用这一个，然后做了可能成千上万笔这个交易，那么它自动的就会把这个0.001进行套现，把池子能掏空。所以整体的话是这样一个工具的弱点，我可能表示也有点问题啊，但是你去看一下这篇报道，你就知道它大概那个我更觉得是一个 bug， 倒不太像是个漏洞啊。所以这个事件的出现呢，会导致大家对 DeFi 整一个那个信息会大打折扣。也确实啊，因为其实大家最近 DeFi 项目参与的也比较多了，很多观众也听到这里，他会觉得，你说这个黑客骇入的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它会影响到我们钱包吗？我们可以这样梳理一下，他把流动池当中的 ETH 全部都掏出来之后呢，肯定比如说你有了这个产品，你第一时间会想着干嘛？想把它卖掉嘛，变现嘛。所以呢，就会有大量的 ETH 流入到这个市场当中，导致短时间之内的抛压，那么价格就会下跌。这样的话就会间接性的影响到我们钱包当中持有的 ETH。然后呢，它的流动池的话又不包含仅一种啊，可能包含 ETH、USDT 或者是 OSETH、WETH 等等等。只要你有参与过 DeFi 项目的话，你对这些币种应该不陌生，它就是衍生币啊。所以呢，不能说没有影响，肯定是有一点点影响的。那我这里解释的话，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加的知道这个 Balance 智能合约出现致命漏洞的事件是怎么样的。作为新人，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OKX，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体验金的奖励。币安宇宙第一大交易所不仅可以享受最高手续费减免优惠，还可以按阿尔法快速变现，填充我们的钱包。XT 交易所新币上线最快交易所之一，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 20%， 现货比例 49%， 并且我们协同了交易所开启了跟单交易，仅需要加入我们跟单交易，就可以将手上闲置资金 100% 利用起来，实现每天躺着赚钱。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 EXP， 这个 EXP 决定后面空头的多少，并且不是一次性的，只要我们量化策略一直在跑，就一直会有空头。这里的空头的话，今天我们会涉及到，所以近期呢，各位观众呢也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同时呢，新手祝福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一定要去完成，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都将与空头挂钩。另外呢 ，SOIP 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它现在认证 SOIP 的话有3种方式，一个是交易所注册，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并完成交易所充值。注意，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是交易所进行充值就可以获得 SOIP 的权限。这里呢，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 UID 即可。
认证的是 XT 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是开通，再者是去购买 Xcopy。这个 Xcopy 的话将会作为后续的空投发放给大家。我们在这里先说明，如果你想要成为终身会员的话，是需要使用绑定的 SOL 的钱包来进行支付。什么意思呢？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 Xcopy 以上即可以进行验证。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亲测过 0.056 的 SOL 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 Xcopy， 价值大概11刀左右。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权益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卖掉。这个 Xcopy 的话，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会一直作为空投发放给大家。那另外呢，一旦成为终身会员，解锁 SVIP 的功能，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 SVIP 的专属信号群，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止盈点、止损点位、具体仓位的大小，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始仓位。同样，每一次开单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借以开单减少风险，但风险会一直在，投资需谨慎。